赖清德完全没有要自己国家的意思，透过大罢免来夺权，每天闹马戏，听到只要有马戏，他们就很嗨。面包呢，透过像朝鲜软化每个活动下去撒。愿赌不服输，哇拍掉，这个法案他都通都不通过，提起护佑就提起宪法，只要你哪公我不介意，我不爱啊，我就是通了我都不承认，他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民进党居然是已经到了这样子无耻的地步了。曹新成已经带8、9名来浩浩荡荡，已经杀到台中去，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怎么退散这些恶灵，很重要，把真相给讲出来。在周六恶霸退散平安法会，退散赖魔神，志工队下午4点，我们就会在台中首场开拔了。我们民间的力量，少年郎真的要帮忙站出来。如果你不站出来，那你的未来就会被他们耍着玩。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现在是怎样？整个国家乱成一团，有一挂代志，今年的公营的大部分都是欧北共，但是这种渲染力非常的宽广。基本当家闹水是民进党的，所以我们也想说开始来帮忙宣传。我想这一波打下来，大家是越来越看不过。他说叫4合1敌人，国民党、民众党、统促党、共产党。我觉得赖清德其实是完全没有要治理国家的意思了，大罢免来夺权。刘姐就说，那不然我们来弄个反恶霸志工队，因为名称叫恶霸退散平安法会，要退散这些恶霸，让这赖魔神要退散，所以我们这叫平安法会。志工队呢，在周六下午4点，我们就会在台中首场开拔了。对，当然就先期会在台中，然后之后也会逐步从中部往北部走。曹新成已经带8、9名来浩浩荡荡，已经杀到台中去了。怎么反恶霸，怎么退散这些恶灵，很重要的就是把真相给讲出来，不要让他们造谣。毕竟他们现在用曹新成做一个串联，他就是一个节点。资源从黑熊背后是赖清德，是民进党政府，被查到说拿美国人钱，又拿民进党的钱之后，那他根本也破罐子破摔啦。他说我哪里拿钱，我拿钱天经地义啊，那不行吗？我们弄这个恶霸退散平安法会，从中部开始出发，给大家定个调，总有在政党之外的力量。因为现在民众党黄国昌主席、国民党朱立伦主席都要发动了，我们作为第三方的民间力量，其实只是希望台湾有一个更好未来。没有人会去认同赖清德那种4合1敌人，只要不同意你的都是匪谍。他其实是蒋公的铁粉，其实是黑粉。其实这一次最主要的触发点，那就是曹新成在上礼拜在台中公园带了一大群的这些网红开始去下乡去开讲，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民进党多恐怖，为什么国民党的很多的立委一届都过啊，民进党都不会过？北部的联署跟在中南部的联署，它会有2样的状况，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在地方上面，他会利用他的行政资源，就去控制你所有这些联署的意向，而不是说现在民进党一届都不会过，因为他们现在是执政，执政上面有行政的资源，还有行政上面可以去恐吓老百姓的能量。柯建铭主任前一阵子开始去做案的时候，我就感觉说，这个人是不是应该照会一下神经内科去照一下脑部的 CT， 他的脑袋瓜到底在想什么？他去发起了这个大罢免，执政党当家不闹事，你选举选输，你现在是国会少数，愿赌服输这个代志，我干嘛？这个是我们民主素养。你民进党，你不是一直在强调你就是民主进步党，你不是强调就是你又是民主又要进步的想法吗？结果你没，愿赌不服输，哇拍掉。起码得是立法院现在少数，你就是不愿意，所有的法案他都通都不通过，不是提起护佑就提起宪法，只要你哪公我不介意，我不爱啊，我就是通了我都不承认。既然民进党居然是已经到了这样子无耻的地步了，让人家忍无可忍。其实整个社会的动荡的背后，其实是我们政治动荡传递到社会末端的时候，它会在各个角落爆开。那看起来是个人的一个事情，但它其实是整个社会的氛围，四维不张，制造混乱，所以下位者鸡飞狗跳。柯建铭这个全面性罢免高达 57.9%， 不赞成。关于国人对第2阶段罢免联署的态度，立委罢免案要成立，第2阶段至少要有 10% 选民联署，如果是该区选民，你可不可能参与联署？ 25.8% 非常可能， 16.8% 还算可能， 18.9% 不太可能， 34% 一点也不可能。可能的部分大概是在 42.6% 左右，不联署的人呢是占到了超过50%以上， 52.9%。 不过我们要讲一个问题，这代表2阶段一定会过，比如这个就是警讯了。我们只讲事实，要愿赌服输啊。其实说真的，这些立委选上来才1年多，你怎么知道他到底这好啊这不好？民进党的说我不欢喜，我就是要把他罢免掉。他现在就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启动这个恶霸退散平安法会。专门碧如姐组了一个恶霸退散志工队。我们讲到这个抗中保台，最近有个案子非常有名，就是陆配雅雅案，它的内容最多讲到和平统一，也没讲到什么什么的，被断章取义，有
有意识的搬运，然后创造一个假账号。他根本他是为了要说明这事，他才去真的去创了 TikTok， 去创了脸书，不然他之前都是用大陆的社交平台。这个案子很可能是另外一次王立强事件，有人在养案，总统在场听谈话，正式把它讲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的熟悉程度，就是结合最近被起底的黑熊，被认为说是 CIA 特工拿了那么多 USAID 的钱，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造案的一个手法。我先姑且不论你认不认同雅雅这个统一的部分，但问题是他人家没讲话，你不能塞到人家嘴里嘛？用这个方式强化蓝白共是一体的，我觉得很要命。所以其实这个反恶霸除了刚才讲内政问题之外，他还是拿这种案子人工造案的方式，王立强案翻版的方式来唤起所谓抗中保台，来恶霸。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还是这种，他就会用一个很小的事件加工，开始加料。共荣社会，不同多元的文化。台湾以过往被人家最骄傲的民主自由，我允许你多元的一个发言。可是现在不是啊，民进党现在上来，哇塞，他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面。很多人也很想要去签署，身份证都拿去了，他想了很久，这样子会被谁看到吗？这个会被谁看到啊？抱歉，我很支持这个活动，但是我觉得我不想要被政府会怕。我跟你讲，这个老百姓心生害怕的时候，他到底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我们的民进党现在就是在干这些事情。民进党现在呢，就每天闹马戏，青鸟只要有马戏，他们就很嗨。那面包呢，就透过像曹新成这些管道，然后每个活动下去撒，大家去参加。罢免跟反罢免最大的差，罢免是可以，罢免方是可以被抖内的，而且他们甚至可以反罢免不行，反罢免方不行，反罢免不行，所以需要一些外部的力量来加强，来横向串联。所以我现在就只能号召，再说一次嘛，35.7% 的人会联署，但是57.9% 的人反罢免，所以一定进3阶投票，一个2阶只要10%，再加1阶的1%，总要11%，你就会进3阶了，一定会一定进3阶的结果就是，那你反罢免的人要出来投票，一定要出来投票哦。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我们的第一场要在哪里办？我们第一场在，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第一场在这周六时间已经出来，那地点还在确定哦。3月22号周六的下午4点，碧如姐我会到我本人呢也会从台北下去台中主持这一场活动。那之后只要我时间 OK 的话，每一场尽可能的我都会到中部去帮忙那我是希望说大家一定要站出来啊！到时候我们正式文宣出来之后，我们也把它公开宣布，也会周知所有的媒体记者帮我们多发宣传呢。也希望在中部的朋友一定要到现场来支持。你如果有兴趣这个活动的话，整个民进党只是一天到晚他就在搞谁是反对我的，谁是我的敌对的人，我就是要把他抓出来，抓出来之后我就是要怎样棒打他。你看一个陆配他都不放过，像这种小小的事件，然后他就用小事件一直攻这个今天才是让老百姓受谎话说1000遍他就变真理。选举他选了呢，还要去罢免，罢免了是不是还要顶选一遍？规年套当中在选举罢免，在这个事情当中，什么代志都免做啊嘛。民进党执政到现在，我嘛不知道他做什么了。党外到底是有提出什么福国利民的政策？我实在是想不。尤其这次为什么从中部开始？因为中部就是上一次罢免的受害者，我们是捍卫国家的未来，最怕是不投票。因为基隆的例子叫血淋淋，基隆那时候谢国良举全国之力，台湾的少年郎真的也要站出来，整个社会的动荡抵消过他不做事，因为他把所有的焦点弄坑在马边电管就是开始讲一些意识形态。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开始在国安会议的时候讲出赖清德在17点转移焦点，那老百姓的干嘛没这代志以外，你个开始大家把整个国人分等级分你我，只要是靠我这边就把你打入中共同路了，很要命的。觉得激降动他可以做这件事情吗？而且中特耍逃嘞，他利用他的行政资源6礼拜去下乡，说我们这些民间的力量没有出来帮忙这些在野党，在野党行政力量也少，资源也少，民间如果没有积极的出来去帮忙做宣讲，每个国家都会被他带着走。这个就是带风向以你一周有钱，一周有势力，一周给回堂把这些钱全部撒下去。你看手语老师没金钱，没有钱提供卫生纸，没有钱开灯，下乡宣讲很有钱。他那个场合要的钱至少70-80到100，场地设备非常好，对，超大的投影幕。民进党我干嘛厉害的是，他不会跟你说我对民生政策要做什么，但是他没法度讲的时候，你就来讲我没钱让他提供卫生纸。一讲这跟老百姓讲，对啊，卫生纸是我
我们每天要用啊，没卫生纸，没金马是安啦，伊无要跟你讲一寡较正经的代志，伊拢来讲一寡有的甲无啊，再来就是意识形态。对，所以我觉得我跟历史哥我们会站出来，看不下去。这个国家到底伊是要把人带向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一直在罢免这个过程，我们希望终止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的名称就要叫做恶霸退散。能够平安的度过群魔乱舞的时代。现在就是魑魅魍魉四小鬼，你没有办法平安的。现在一多那东西小事情，65岁赞成罢免的占大多数。可是呢，他一的是拢这代志无半步啊，但是一边抹黑心，他就用一点小小的事情啊，跟你扩大。我们民间的力量，少年郎真的要帮忙站出来。如果你不站出来，那你的未来就会被他们耍着玩了。